你叫我傻子就行，别人都这么叫，我不生气，我脑子不好使，我自己知道。可脑子不好使，不代表我不会疼，不会害怕，不会记得那些让我打哆嗦的事儿。我住在一个桥洞底下，住了好些年了，30-40年，我记不清了。我就记得这个小区的居民对我挺好的，比我家那些人对我好。他们叫我老李或者小李，我在这里帮他们干点活，卖废品、扫雪、倒垃圾，他们给我吃的，给我穿的，有时候过节还给我送月饼和饺子。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，可家这种东西好像总是待不长久。那天我正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，太阳暖洋洋的照在身上，舒服的我只想打瞌睡。我眯着眼睛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，心里啥也没想。这时候有个人走过来，我不认识他，可他说话挺和气。嘿，老李，想不想吃肉？吃肉？我咽了咽口水。上次吃肉是啥时候来着？好像是上个月，王大爷家包饺子，给我端了一大碗，里头有肉馅儿，那滋味儿香得很。想我说，想吃就跟我走，我带你去。我跟着他走了。脑子简单的人就是这样，谁给我吃的，谁就是好人。我跟着他七拐八拐地走进一条巷子，那巷子挺窄的，两边是高高的墙，阳光都照不进来。巷子里停着一辆车，面包车，白色的，上面灰扑扑的。走，上车，咱们去吃肉。那人说着推了我一把，我看着那辆车，心里突然有点不对劲，说不上来，就是感觉那辆车像个张着嘴的怪物。我往后退了退，摇着头，我不上车，我不去了。嘿，你咋回事？肉不要了。那人的声音变了，没刚才那么和气了。我还是摇头，转身想跑。就在这时候，那辆车的侧门哗啦一声拉开了，车上跳下来一个大高个，一把就薅住了我的脖领子。那人力气大得很，我连挣扎都来不及，就被他像塞麻袋一样塞进了车里。我一进车里头，就看见里头还有2个人，加上开车的，一共仨。车厢里黑乎乎的，一股子汗臭味和烟味。我吓得浑身哆嗦，张嘴就想喊救命，嘴巴刚张开，一块破布就塞进了我的嘴里，堵得严严实实。那布一股馊味儿，顶得我直犯恶心。接着我的手脚也被粗粗的麻绳捆住了，我像一条被翻了个个儿的乌龟，四脚朝天地躺在车座上，一动也动不了。我听见有人说话，看好了，别让他出声。然后一个黑布口袋就套在了我脑袋上，眼前一下子全黑了。我又怕又急，拼命地踢灯，可那几个人的手像铁钳子一样把我按得死死的。车子发动了，在黑暗里，时间像是被拉长的橡皮筋，变得又慢又黏糊。我不知道车子开了多久，1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还是更久。我只能感觉到车在不断的颠簸拐弯，好像在走山路。我的胃在里面翻搅，又饿又恶心。终于车子停了，我听见有人下车的声音，然后我被粗暴地拉下车，推着往前走。脚下磕磕绊绊的，一会儿是石头，一会儿是坑洼。我戴着头罩，啥也看不见，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被人夹着往前走。我听见领头的那个说，大师，人我们送过来了，你看看这个人行不行？然后是一个很苍老的声音，慢悠悠的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这人虽然愚钝了一点，但根骨上佳，可以一用，把他带进去吧。那声音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，我一听还要往里走，心里更慌了。脚下开始乱踢蹬，嘴里呜呜的叫唤，可那些人的爪子更用力了，几乎把我整个人都提了起来，拖着往前走。我闻到了一股很奇怪的味道，是火把燃烧时的松枝味，还有潮湿的泥土味、石头味，
以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腥甜的血嗅味。我终于被拽下了头罩，眼前先是一片模糊，全是跳动的火苗。等眼睛适应了，我才发现自己在一个巨大的山洞里，四周全是黄土和黑黢黢的石，洞顶很高，火把的光芒够不着，上面一片漆黑，像是通到地狱去。洞的中央燃着一大堆篝火，火舌舔舐着空气，把影子拉得又长又扭曲，在石壁上乱舞。正对着我的有一个老者，他背着光，我第一眼没看清他的脸，只觉得他很高很瘦，像一根枯木桩子。等他走近了几步，借着火光我才看清，一张脸全是褶子，一道道深刻的像是被刀子刻出来的山沟沟，头发全白了，稀稀疏疏的盘在头顶，下巴上挂着一撮山羊胡子，看着仙风道骨的。可他那双眼睛是金色的，不是开玩笑的那种金色，是真的在往外冒金光。在山洞里跳动的火光下，他那双眼珠子就像是两颗烧红了的铜钉，死死地钉在我身上。我只看了一眼，就吓得赶紧低下了头。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条蛇盯上了一样，浑身发冷。绑好了，说话的是那个把我抓来的大高个儿。我这时候才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拖进了山洞深处一个更小的洞里头。这个洞是个死胡同，只有几平米大。我的手脚被解开了，我刚想活动一下，又立刻被几条冰凉的铁链重新锁在了墙壁上。铁链哗啦啦的响，声音在山洞里回荡，像是鬼哭。那个老者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着进来了，就站在洞口静静地看着我。大师，人弄好了，你准备啥时候用它？要不要我们兄弟留下帮忙？带头的那个问。那个老者捋了捋山羊胡子，慢条斯理地说，不急，先把人养几天，养好了再说。肉太柴不好用，肉太柴不好用。我听不太懂，但本能地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。是，都听大师的。那几个人点头哈腰地退了出去。我看了看他们，又看了看老者，鼓起勇气冲着他们喊，你们干啥？你们这是抓人！我要回家。没人理我。那个老者又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冷冰冰的，像是在看一块案板上的肉。然后他也转身走了。他们一走，带走了所有的火把，整个山洞立刻陷入了一片完全的纯粹的黑暗。那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。我眨了好几下眼睛，还是什么也看不见，好像我的眼睛被挖掉了一样，耳朵却突然变得异常灵敏。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咚咚咚，像擂鼓一样。我听见铁链轻微碰撞的声音，还有从洞外远处传来的一阵非常奇怪的声响，当当当，那声音顿顿沉沉的，一下一下，很有规律，不像是钟声，更像是有人在砸什么东西。接下来的日子真是我这辈子最遭罪的时光。那个当当当的声音每天都会响起，一响就是一整天，从早到晚，从不间断。我被锁在那个黑暗的小洞里，听着那声音，心里又烦又怕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，只觉得它像一根钝钉子，一下一下地往我耳朵里钻。每天会有人来给我送饭，2顿饭雷打不动，全是素菜，清水煮白菜，或者是几片寡淡的萝卜，连点油星子都没有。米饭也是糙米，硬邦邦的，难以下咽。水倒是给的足，是一大瓶子凉白开。来送饭的就是那个当初骗我上车的男人。我问他，你们到底要干啥？为啥抓我？他总是爱答不理，只丢下一句话，看你活得太辛苦，给你找个好归宿。我不懂啥叫好归宿，我只想回去晒太阳，我只想王大爷的饺子。时间在黑暗里失去了意义，
我不知道是过了10天还是20天，我被锁着，只能在方圆几米的地方活动。我渐渐发现，这个洞里不止我一个人。好几次，我听见外面有脚步声，有很多人的脚步声，然后就是铁链声响，有人哭喊，有人哀求，有时候是男人的声音，有时候是女人的声音，但每次哭喊的声音都很短促，叫几声就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像被什么东西掐断了脖子。有一次，我偷偷地从洞口往外看，正好看见2个人拖着一个人从过道里经过，那个人软绵绵的，像是死了一样，被拖在地上，脑袋无力地耷拉着，在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。他们把他拖进了山洞的更深处，就是那个传来当当当声音的方向。我开始害怕了，我知道自己掉进了一个可怕的地方，可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像一条拴着的狗，等着未知的命运。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，可能1个月，也可能更久。我的身体变得很差，浑身没力气，老是犯困，也老是做噩梦。我梦见自己被一把大锤子砸成了肉饼，梦见自己被丢进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里。我做噩梦的那天，醒了之后，发现有点不对劲，和平常不一样，那个当当当的声音还在响，可是我手腕上的锁链是松的。我低头一看，那把我绑得死死的铁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打开了，锁扣就那么敞着，挂在墙上，像个张开的大嘴巴。我愣住了，是我自己磨开的吗？不可能啊！我虽然傻，也知道这铁链有多粗，没有工具怎么可能弄开？那是谁？这洞里除了抓我的那些人，难道还有其他人？来不及多想，求生的本能占据了上风。我一把扯掉了脚上的锁链，跌跌撞撞的就往外跑，冲出那个关我的小洞。外头过道里的火把晃得我眼睛生疼，我眯着眼睛，拼命适应光线。那个当当当的声音还在响，是从山洞的右前方传来的。我不能往那边跑，绝对不能。我沿着左边那条道，撒开脚丫子就跑。我从来没跑得这么快过。我感觉自己像一阵风，跑过一个小洞口，里面有铁链的声音。我往里看了一眼，黑洞洞的，只看到一双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，那是和我一样的倒霉人。我心一紧，想停下来救他，可我又怕，我怕那些人发现我跑了追上来，我就是个傻子。我没本事救人，我咬着牙没停。为了活下去，我跑得更快了，跑啊跑啊，终于我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个光点，那不是火把的橘黄色光，是冷冷白白的月光，活路，那是活路。我冲出了洞口，新鲜的空气一下子涌进了我的肺，冷冽的风吹在脸上，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山洞，它就在半山腰，像一只隐藏在黑暗里的怪兽的大嘴。我看了看四周，三面是连绵不绝的黑黢黢的山丘，只有一面地势比较平。我毫不犹豫地朝着平坦的方向跑去。我一口气跑了一整夜，我不敢停，我怕一停下来就会被重新抓回去。月光照在山路上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，摔倒了就爬起来，手脚都磨破了，衣服也被树枝刮成了布条条，鞋也跑丢了一只，但我就是不敢停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终于看见了一条公路，我当时都快哭出来了。有路就意味着有人，有活路。我顺着公路继续跑，跑得肺都快炸了。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后面来了一辆车。我回过头，张开双臂，拼命地挥手。那辆车停下了，车窗摇下来，是个中年男人，一脸胡子拉碴，看着挺糙的，但不凶。你咋了？他看着我，有点防备地问。我那时候的样子肯定很吓人，衣服破破烂烂，浑身上下又是泥又是血，头发脏得打绺，像个野人。救救我，救救我！
我语无伦次，只知道重复这2个字。那司机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四周荒郊野外的，叹了口气：“你遇上事了。”我使劲点头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一拍大腿：“行吧，上车。我反正也不赶时间，带你去个有人烟的地方。”我爬上车，一坐上去就瘫了，整个人像是散了架一样，又累又饿。司机问我：“你从哪儿来？家在哪儿？”家，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不是那个桥洞，而是那个小区，那个给我饺子和月饼的地方。我住在 XX 小区那边的桥洞底下。我说出了那个熟悉的地名，他听了，点了点头。顺路，我把你送过去。车子开了大概1-2个小时，我在车上沉沉地睡着了。等我被叫醒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熟悉的街道，熟悉的店铺。到家了，我激动得想哭。司机把我放下，没等我道谢，就开着车一溜烟跑了。我站在街角，看着人来人往，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躲着我走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破衣烂衫，脏得不像样。我想哭，又想笑。然后我看见了那些熟悉的面孔，小区里的李大爷，买菜回来的张阿姨，还有那几个常跟我一起玩的半大小子。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，围了上来。哎呦，小李啊，你这段日子跑哪儿去了？你这咋弄成这样了？快来，吃点东西。他们给了我吃的，给了我水。我在狼吞虎咽之后，断断续续地把这段遭遇讲了出来。我舌头打结，说得乱七八糟的，但在大家的追问下，总算把事情说清楚了。大家都很生气，拉着我就去了派出所报案。后来的事情我就记不太全了。警察反复地问我话，给我做检查，还拿走了我的衣服和鞋。有个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老头，看着挺厉害的样子，拿着从我口袋里翻出来的一块石头看了半天，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。他说那是啥磨刀石，还说我待的那个山洞是一个铸剑的地方。我不懂啥是铸剑，我只知道那个声音很可怕。再后来，警察就找到了那个山洞，然后他们告诉我，坏人被打死了，他们也救出了好多人。坏人很坏，用活人的骨头去练剑，简直是丧尽天良。我问他们是谁给我打开的锁链，让我跑掉的，他们也没查出来。那个放我走的人像是空气一样消失了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可能是老天爷看我可怜，给了我一双无形的手，让我解开锁链逃了出来。也可能那个山洞里真的住着不想让我死的好心人。不管是人是鬼，我欠他一条命。后来我的生活又回到了老样子，继续住在桥洞底下，继续帮小区的居民干活，继续晒太阳。只是每次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，不管是汽车喇叭，还是装修的敲打声，或者是远处工地的电焊声，我的心都会猛地一抽。我会想起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，想起那对在黑暗里闪着金色光芒的眼睛，想起那个把我当成一块肉的诡异老者。我也会想起那天晚上那无声无息替我打开锁链究竟是谁。这些事我只敢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想一想。白天我还是那个傻子李，乐呵呵的过日子。毕竟有些事儿想多了，脑子更不好使。日子嘛，能吃饱，能晒太阳，能被当成个人看，就够了。至于那个山洞里的秘密，就让风带走吧。反正这个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去了，不差这一件。只是后来我听那个厉害的老头说，那种用人骨练出来的剑，在懂行的人眼里只老鼻子钱了。一把破剑能换城里的一套大房子。我不懂，但我总觉得那些剑上都带着哭声和惨叫。啥好东西，要是用人命换来的，那还能是好东西吗？我这人傻，可能也就这点明白。